终于发明出来了，有了这个小东西，不需要用逆变器就可以把12伏的电变成220伏的电，使用的时候非常的方便。这个是我的新发明，来分享一下它的制作方法。首先呢，先找一个电风扇上面使用的这个摇头电机，然后把它拆开以后啊，把里边的这些齿轮都给它拆下来，不用这些东西，我们只用这个外壳就可以了。然后找块木板，在上面拧2个钉子，用它来固定这个摇头电机的外壳。因为这个是我的发明专利，所以说呢，大家看看就可以了，不要去仿造我的产品啊。如果仿造的话，肯定要必究的。首先呢，用2个铁丝把它再拧一下，固定牢固了。然后呢，再需要一个12伏的5刷电机，找一节铜管插在这个轴上面，把它们2个呢相连接起来。之后呢，再找块胶皮垫在电机下面，用个铁丝给它绑起来，固定在这个木板上面。到这儿呢，基本上啊就差不多了。然后在这个5刷电机上面分别接上2个夹子，接下来呢，在这个摇头电机外壳上面再接一个220伏的灯泡。接好线后呢，来测试一下，把这2个夹子夹在12伏的电瓶上面，这个灯泡你看立马就亮了。仔细看一下，这个亮度非常高，因为这个是我的个人发明专利，所以说呢，你们不要去仿造。不说了，我要赶紧去批量生产去了。家里有这种废旧的网线，千万不要当做废品给卖掉了。就连收废品的老板他们都不知道，这种网线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用处。这样使用的话，它的价值呢立马翻很多倍。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在生活当中啊，用处是比较多的。比如我们先拿一条这个网线，分别把这网线2头啊给它先拨出线头以后，然后啊用打火机给它烤一下，先烤掉外皮，然后啊用钳子把这8根网线都给它缠绕一下，然后接下来把另外一头也是按照同样的方法把它接好了以后，然后呢再从中间这位置给它分开。这种网线呢是无氧铜的，然后里边是8根，每根呢是0.5平方的，8根加起来你想想它的功率是比较大的。我们把这2条网线4个头都做好了以后，然后呢找个插排，平时家里的插排上面的电源线坏了，或者是买插排的时候没有电源线，如果我们买电源线的话还是比较贵的，所以说我们用这个废旧网线让它废物再利用，功率是比较大的。平时电磁炉、电饭锅只要是不超过2000瓦的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怎么样呢？如果你把它当废品卖的话，那是不是就太可惜了？家里的电器漏电不漏电，我们只需要用网表测量一下上面的插头，就能立马知道。不管是电饭锅或者是冰箱，很多电器用的都是这种3相插头，只需要测量一下就可以了。测量之前，我们首先把网表给它先调到风鸣档，然后把2个表笔短接一下。如果听到有风鸣声，就说明啊网表是没问题的，我们就开来检测。像这个插头啊，中间这个角是接地角，它是和电器进入外壳是相连接的，我们来看是连接的，是吧？然后我们测量的时候呢，检测的时候先把网表调到20兆欧的档位，然后来测量，分别零线和火线和这个地线相连接，我们来测量。如果网表上面没有任何数值，像这一个没有数值，另外一个也没有数值，像这种没有任何数值的，就说明啊它是不漏电的。如果我们在测量的时候上面有数值，但是它的数值如果大于0.5兆欧，就说明它不漏电；如果小于0.5兆欧，就说明它是漏电的。这个呢就是检测家用电器是否漏电的一个方法。注意了啊，家里的空调以后千万别再开26度了。其实呢我们都开错了。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夏天怎么开空调，既能省钱又能省电的一个方法。第一点啊，就是很多人一回到家里啊，先把窗户关起来，然后再去开空调，自己觉得这样才能快速的降温，还能省电。其实啊，这样的操作方法都是错误的。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先打开空调，等空调运行10分钟左右，然后再把家里的窗户关起来。这样做的好处呢，就是既可以让空调里面的灰尘以及污染物吹到室外，而且还可以把室内的热气排到室外去。第二点啊，就是不要总是频繁的开关空调。有些朋友呢，开一会儿空调感觉凉快了，就把空调关了，等会儿热了又打开了，总是这样反反复复的。这样呢，不仅不会省电，反而会更加浪费电，而且还大大的影响空调的使用寿命。第三点呢，就是想让房间里的温度快速的凉爽起来。首先啊，先把空调的风度调到最大，然后把风向调成向上吹，再把空调温度呢调到最低温度，比如调到16度。这16度并不是说空调吹出来的冷气就是16度，这个温度只是想让房间达到的一个温度。刚开始的时候啊，不管你调到16度还是26度，空调的外机它都是满功率的运转，外机运转的时间越短，它就会越省电。
第4点啊，就是空调最舒服、最省电的温度并不是26度，而是27度。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把它调到27度，然后再打开空调上面这个睡眠模式，这样睡觉的时候既不冷也不热，温度刚刚好，而且还特别的省电。如果记不住这个方法的话，可以转发收藏一下，需要的时候还可以反复观看。真没有想到，原来把蓝牙耳机塞到遥控器里面，它居然这么好用。平时这些闲置的蓝牙耳机或者是老旧的不用的，我们不要扔，把它塞到遥控器里面，非常有用。你来看，我们首先呢，先把这个遥控器外壳给它拆开，然后接下来我们再需要把这个蓝牙耳机给它先拆开，不需要用这个外壳，我们主要就是用里边的东西。拆出来之后，把电池抠下来，然后把听筒给它去掉，接着把电池上面接上2条线，白色的线接在负极上面，红色的线接在正极上面。把线接好了以后，然后呢，把它穿过遥控器的外壳，紧接着把这2条线我们给它焊在遥控器的主板上面。焊好以后，我们把这个板再给它装进去，然后把壳安装起来。接着呢，我们对比一下这个位置，然后在这后壳上面给它开出来一个小孔。开完以后呢，我们把这个板给它放上去，然后呢用热熔胶给它固定起来，然后把后盖再扣起来。这样呢，以后没电了可以给它充电。以后呢，遥控器再也不需要换电池了。这个方法呢非常好用，是不是？1年下来能省不少钱。原来用一条手机充电线只需要1秒钟就可以快速的穿针引线，不管上面的针孔有多小，这个线啊有多粗，都可以1秒钟给它穿过去。这个方法呢非常的简单。很多人在穿针引线的时候呢，因为这个线头啊也比较软，往里边穿的时候啊根本穿不过去，特别的费劲。那么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方法了，超级简单。我们来看，就是找一条手机的充电线，我们主要就是用这头，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再需要另外一个东西，就是找一个扫把。在这个扫把上呢，我们用剪刀给它剪下来一个这样的小丝，就用这个小东西做一个辅助工具就行了。我们看，把它这样对折过来，然后在这边呢给它捏一下，捏完之后，接下来我们把它放在充电器这个 USB 接头上面，然后我们用个胶带给它粘一下，固定一下。把这个工作准备好以后啊，我们1秒钟就可以穿过去了。你来看，因为这个丝啊是硬的，非常硬，坚硬，这样一穿就过来了。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这条线放到这个孔里面，你看，不管多粗的线，只要这样轻轻一拉就穿过来了。你看是不是？这个方法呢非常好用，是不是？把它分享给你。没有打火机，用一根锯条也可以取火。这个方法呢非常适合一些喜欢户外野餐的朋友啊。如果打火机坏了，没有办法取火做饭怎么办呢？就可以用这个方法。操作的时候非常简单，只需要一根这样的普通的钢锯条，然后呢再需要一个这样的镁块就可以了。首先呢给大家来演示一下，你来看，我们先找一些容易易燃的东西啊，就是先找一个这样的纸，给它先撕点纸屑。撕完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就用这个锯条，用这个锯齿的这一面来划，不要用平面。你看啊，这样划的时候就会产生火花，你看火花非常的大，这样呢就可以快速的取火。如果这个火不好取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先给它刮下来一点镁屑，然后就更容易了。你看，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样呢就很轻松的就可以把火点着。你看，现在又着了是吧？怎么样呢？这方法非常好用，是不是？家里有这种老旧的内存卡，以后就不要再扔掉了。其实呢，我们把它插在手机上面，就可以给手机扩大内存。以后啊，再也不用担心手机内存不够用了。不管是什么样的手机，都可以把它插上。你来看，像这种大个的储存卡或者是小个的储存卡都可以用。很多人呢都把它扔掉了，真的太可惜了。现在这些手机啊，不能直接往上面插了，所以呢，我们需要用到一个这样的读卡器。我们只需要把这个内存卡给它插上就行。像这个地方呢，也可以插 U 盘，家里有用不到的 U 盘，也可以把它插上使用。你来看一下，这个方法呢，其实非常简单。我们这样呢，把它插上去以后，然后在手机里面只需要打开文件管理就可以找到了。你看一下，这个内部储存是手机的储存，下边这个 U 盘就是内存卡的储存。不管是这种 U 盘也可以用啊。你来看，把内存卡拽掉以后，我们把这 U 盘给它插上。操作都是非常简单，你来看，稍等一下，这个 U 盘就可以读出来，怎么样呢？读出来了，是不是？这是一个 14.68，14.68呢，就说明我这个 U 盘它是一个16G 的内存，这样呢就可以给手机扩大内存了。
非常好用，是不是？没有打火机，用一个空烟盒也可以快速的取火。这个方法呢是一个50年的老烟民教过我的方法，应急使用，非常的好用。你来看，我们就是把里边这个烟盒纸给它拽出来，用这个方法呢取火是非常方便的，而且呢在户外生存的时候没有打火机也可以用这个方法。你来看，我们把里边这个锡箔纸给它拽出来了以后，然后呢我们给它撕成一条的形状，先把这一条给它撕下来。你看，我们给它撕下来以后，然后接下来我们把这个纸从中间位置这样一点点的给它撕开，撕成锯齿的形状，就这样的啊，大概呢撕个7、8条就行了。你看这边撕完以后，然后接下来下一步呢，我们就是需要在手电筒里面取下来一块电池，或者是这种小风扇上面取下来一块电池都可以。我们看，首先呢把这个锡箔纸给它放在电池的正极上，这头放在负极上。放的时候仔细看一下这个纸中间的位置，你来看，这样放上去以后立马就可以点着火了。这个方法呢非常好用，是不是？2个硬水管不一样粗，差别特别大，没有对接头，怎么把它接起来呢？有10个水工师傅啊，都有9个人都不会接。我来教你一招啊，很轻松就可以把它们接起来，而且一点也不漏水。给大家分享这方法呢，首先呢我们就用一点这个胶皮，用剪刀给它先剪下来2块。我们看啊，用这个呢可以防止水管不漏水。你看啊，我们就这样给它先剪下来1条，一共呢需要剪下来2条。这个操作方法呢非常简单，学会以后啊，以后在接水管的时候就不需要用对接头了。你看啊，剪下来2个之后，然后呢我们把它套在这个粗水管上面，里面套一个，然后外面套一个。我们把它套上去以后，接下来下一步我们再准备一个饮料瓶，把饮料瓶啊从中间的位置我们给它分开，剪开之后呢，我们只用这边这一节。接下来我们把它先套在水管上面，然后我们用打火机给它加热一下，这样一烤，你看这个瓶子就可以收缩起来了。这边接好了以后啊，它是不会漏水的，因为这里面有个密封条，非常牢固。然后我们再来接这一边，这样直接接是不行的，所以说呢，我们还需要用个打火机把另外这一头我们给它再加热一下。热了以后呢，我们就开始接这边，一边旋转一边往里面进，到最后呢，在这2边给它绑上铁丝就可以了。怎么样呢？这个接水管方法非常好用，是不是？钻头换了以后就不要再扔掉了。其实呢，我们只需要给它简单的改装一下，它在生活当中啊还是非常有用的。你看这个钻头前头已经断了，像这种钻头呢，平时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啊，不管是钻木头或者是钻铁的时候啊，根本就钻不了。你看，先钻个木头，打到这个眼的时候啊，它一直跑偏，而且也钻不下去。像这种钻头呢，你如果把它扔掉的话，那就太可惜了。给大家分享一下它的改装方法，改装完以后啊，还是非常好用的。先把钻头固定起来，然后横着先把这个尖给它切掉，切一个平整的面。接下来呢，在它的3毫米处横着切一刀，然后呢再竖着把多余的给它切下来。另外一侧也是按照方法，先横着切，再竖着切。这样切完以后呢，给它修整一下。改完以后，这个钻头你看一下，前面是有个尖的，它可以起到一个定位的作用。然后呢，我们把它装到钻上面来测试一下。钻木板你来看，这速度还是非常快的，再也不会跑偏了。钻完以后，你看这个孔也是非常的光滑。怎么样呢？这个钻头给它改装一下，还是非常好用的，是吧？废旧的电池、没电的电池不要再扔了，我们把它塞到水管里面，它居然还有一个非常好用的功能，很多人啊都不知道，在生活当中呢非常有用。你来看，我们把它塞到水管之前呢，首先做个对比，看一下把这水管给它需要裁一下，裁多长。我们裁的时候呢，要比这2节电池让它稍微短一点就可以了。你看，我们把这个水管给它裁下来之后，然后呢，我们把这2节电池啊给它放进去。像这种电池呢，一般用的时间长了都没有电了，很多人呢都直接扔了，扔掉的话还是比较可惜的。你看，这样放进去以后，2头让它能露出来一点就行了。接下来呢，我们需要用2条线，先用一条红色的线把它放在这个电池的正极上面。接下来我们用个胶带给它缠一下，然后我们再需要在这个负极上面接一条黑色的线，只需要呢接这2条线就行了。接上去以后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们来看，我们用它来修灯，非常的方便又好用。你看
只需要把它接在灯柱上就行了。如果灯亮，就说明它是好的；如果检测的时候呢，灯柱不亮，就说明它坏了。我们直接把它抠下来，短接起来就可以了。这个方法呢，要比王表还好用。很多家庭没有王表是吧？今天我才发现，原来把蚊香放到钳子上面把它夹住，还有一个特殊妙用。这个功能啊，对于每个家庭来说都能用得到，也非常好用。你来看，平时我们在使用蚊香的时候，在拆的时候不小心把蚊香给拆坏了，那么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呢，这样就没有办法支撑使用了。很多人呢都是把这个蚊香直接扔掉了，我们不要扔掉。其实呢，我们用把钳子把它夹住以后，还可以接着用，不管是这种大牌的，或者是这种非常小的都可以。你来看。具体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啊，首先呢需要找一个橡皮筋儿，然后呢我们把它先绑在钳子把手上面。你来看，绑上去以后，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啊，把这个钳子口我们给它张开，先来测试一下这个大的蚊香。你看啊，这样一松手就可以把这蚊香夹住了，是不是？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呢，用打火机点燃这边使用就行了。不管是这种大的蚊香，或者是这种小的蚊香都可以用啊。你来看。小蚊香呢，我们放到这个上面也可以轻松把它夹住，这个方法非常实用，是不是？我们在墙上打孔固定膨胀螺丝的时候，如果遇到加气砖或者是空心砖的时候，这个膨胀螺丝啊，不管怎么拧，它都拧不牢固。你看我这个，它就是一个空心砖、空心墙，把螺丝刀放到里边后啊，你看里边是空心的，所以说我们在拧膨胀螺丝的时候啊，前面这节它是正好是在空心的地方，不管怎么拧，前面怎么膨胀，它都没有膨胀到实墙里面。这个螺丝啊是没有办法固定牢固的。那么怎么让这个膨胀螺丝给它固定的非常牢固呢？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用的方法，我们只需要在这个膨胀螺丝上面给它切上一刀就可以解决问题。你来看，我们首先把这个膨胀螺丝，先把上面这个螺丝杆给它取下来，然后呢，我们找个尖子钳子把这个膨胀管给它夹住，夹住了以后，然后呢，我们把它放在这个位置，用切割机把这儿给它先斜着切一刀。安装起来以后就这个样子的，我们拧这个螺丝的时候啊，它就会变成前头膨胀。你看这样呢是膨胀非常大的，所以啊固定的时候就非常牢固。在这儿呢，我可以用这个木板给大家来演示一下啊，这个它就相当于是一个空心墙。我们使用的时候把这个螺丝给它塞进去，然后呢我们就开始拧这个螺丝，越拧它里边就膨胀的越大，然后呢它就越牢固。用这个方法呢，固定一些不是特别重的东西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在电钻上面绑上3个钉子，它居然还有这么好用的一个功能，很多人呢还都不知道。这个功能呢非常的好用，给大家分享一下。你来看，我们首先往上面绑这个3个螺丝的时候，我们先把这个钉子给它先拿下来，因为这样直接绑的话是绑不牢固的。我们在绑之前，首先呢需要把这个钉子给它简单的改装一下。我们呢就是先把这上面这3个钉子啊，把上面这个帽我们先给它去掉。因为这样是绑不结实的。你来看啊，我们先用个切割机把它给切掉，切完了以后，然后呢，我们把这3个钉子给它前头给它先对齐了以后，然后我们还是用这个扎带，我们给它绑起来。这样绑的话，它就比较牢固了。你看，绑完了以后，接下来我们把这个扎带头给它剪掉，然后呢，我们把它放在电钻上面。我们来看一下它具体可以做什么。平时啊，我们如果只有这种小钻头，或者是没有钻头的时候，想要在木板上面或者是这种塑料板上面打孔的时候，我们啊就可以用这个方法。你看，打孔速度非常快，你看啊，一下就打透了，是不是？塑料外壳坏了以后，我们用个膨胀螺丝就可以快速的给它修复好。用这个方法呢，简单又好用，而且呢，用它修复好以后啊，比用胶水粘的还要牢固。你看我这个地方原来就是坏了，用胶水粘完以后呢，很不牢固，一弄就又开了。那么我们啊就可以用个膨胀螺丝就行了。这个方法呢，要比胶水粘的还要牢固。你看，我们首先就是先把这个膨胀螺丝我们给它拆出来，我们呢主要就用这个东西，然后呢我们再需要一个这样的定数钉，把它放在裂缝上面。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家里啊如果有电烙铁的，我们可以把这个烙铁头给它先拆下来。如果没有电烙铁的，我们也可以用第2种方法，其实没有电烙铁也可以用。首先呢给大家先分享这个，然后呢给大家再分享一下没有电烙铁也可以使用的方法。首先我们把这个螺丝给它先拧牢固了，然后呢我们就用这个电烙铁往上面按压修复就行了。如果没有电烙铁的，其实我们把这个
螺丝钉啊放在火上给它烤一烤也行。融化之后呢，把这个钉子给它融化进去，这样修复好以后非常的牢固结实。注意看，真是高手在民间。没电的废旧干电池不要扔，用它就可以制作出一台迷你电焊机，不需要用焊条就能焊接。把电池固定在台前上，先横着用锯把正极切下来，然后再竖着切一下，这样就可以把电池外壳分开。去掉外壳后，把里面的碳棒拆出来，再用卫生纸把碳棒清理干净，然后塞到电钻上夹紧，再用250木砂纸这样打磨一下，把前头打磨出一个小尖就可以了。然后再用一个大夹子把它夹牢固了，这样就做成了一个焊把。紧接着把焊把上的连接线接一个红色夹子夹在电瓶的正极上，黑色的夹子夹在负极上，就这么简单，一台电焊机就做好了。来看看它的效果吧。焊接时不需要用焊条，直接往需要焊接的物体上轻轻点一下就能焊接，2根铜丝立马就融化在一起了。焊接效果非常好，也非常牢固。然后再套上热缩管，用吹风机吹一下，2条线就焊接好了。家里有这种老旧的万能冲，千万不要扔。其实我们在上面给它绑上2块磁铁，它的使用价值立马翻倍，在生活当中啊非常的有用。看完以后啊你就不舍得扔了。其实它重点呢有2个非常好用的功能，你来看。首先呢我们需要2条线，然后呢把它绑上。在这儿呢我可以用这个给大家来演示啊。我们在这边接一条红色的线，然后在另外一个夹子上面接一个白色的线，然后我们分别在这2个上面呢把磁铁给它绑上。如果家里啊有这种小点的磁铁，使用更方便一些。我在这儿呢可以接2个小磁铁，这小磁铁呢可以从 LED 灯上面拆2个磁铁也可以。这2个磁铁接好了以后，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这个功能啊。首先我们使用的时候把它先插在插排上面，我们来看一下。插上以后，我们用它可以具体做什么呢？像平时啊家里的这种18650的锂电池没有充电器了，或者是电池饿死了充不上电了，那么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方法给它激活修复充电。你来看啊，我们只需要把它吸上就行，直接吸上就可以充电了，它是不用区分正负极的。你看啊，我们把这2条线给它在颠倒下位置，你来看它也可以充电，你看也是可以充电的是吧？不用区分正负极，使用的时候非常方便，这是第一个用处。第二个用处呢就是应付电池没电了后呢也可以应急给它充电，只需要充个10秒钟就可以给它充满电了。怎么样呢？这个老旧万能充它的功能非常实用，是不是？原来用一个小小的铁垫就可以把2个一样粗的硬水管给它接一起，没有对接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方法，非常的简单又好用，给大家来分享一下。你看这2个水管呢没有水头，我们在接的时候啊，首先需要用个打火机给这个水管这一头我们给它加下热，给它先烤一下，一边旋转一边烤。我们给它先加热，把这个管头啊先给它加热，让它先软化了以后，我们看加完热以后现在已经软了，然后我们把这个铁垫放到这个里面，给它先扩一个口。你看铁垫放进去以后，这样不停的转，给它转完了以后，然后呢一个喇叭口就做好了。接下来我们把水管这一头给它塞进去，你看塞进去了以后，然后呢到最后啊我们可以给它绑上一个铁丝，或者是给它绑一个龙骨都行。你看我们这样给它绑上去以后啊是非常的牢固的，不需要用对接头也可以快速的把这个水管给它接起来。这个方法呢非常的简单又实用。注意看，这种接线方法是错误的，接不紧，轻轻啊一扯就开了，容易蓄接发热，很危险。那么正确的接线方法该如何接呢？给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呢，我们把这个线头给它要拨的稍微长一些，这个呢拨的还是有点短，我给大家来演示一下具体是怎么接啊。首先我们找一个1字的螺丝刀，然后把这个主线给它先分开一截，然后接下来我们把这个细线给它从这个孔里面穿过来，接下来我们把这个线给它分成2半，然后一部分呢我们给它弄到左侧来，另外一部分弄到右侧来，弄过来以后，然后呢我们再来缠右侧这个逆时针，把它紧密的缠绕在主线上面，然后左侧这边呢是顺时针，给它紧密的缠绕在左侧上面。你看这样接好的线不管怎么扯怎么拉它都不会蓄接发热。然后呢我们给它再缠上电工胶带，如果有热缩管的朋友啊，用上热缩管效果会更好。你看我们这样给它缠上了以后，无论你怎么扯怎么弄它也不会断，非常牢固。今天我才知道
原来扎带上面还有个小开关，用手按住它以后，轻轻一拉就开了。所以在遇到这种扎带，我们不需要用剪刀把它给剪断了。如果把它剪断以后呢，那就不能接着再用了，就报废了这个。那么用这个方法呢，给它拆开以后啊，它还可以接着再用。这个方法呢非常简单啊，不需要用专业的工具，只要用手按住它以后呢，轻轻一拉就行了。这个方法呢，操作的时候非常的简单，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下。你来看这个扎带呢，扎的非常的结实，你看。然后我们给它拆的时候呢，首先我们把上面这一节给它掰下去，你看这样给它掰下去以后，中间这个位置有个小舌头，它是一个锁止的，我们把指甲把它插入到里面后，这样往下一按，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轻轻一拉，这个扎带就开了，非常方便，是不是？这个扎带呢也不影响下次使用，你看我们把它再弄上以后也是非常牢固的，一点也不影响二次使用。这个扎带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也是非常简单，只需要把指甲插入以后往下边一按，我们轻轻一拉就开了。注意看，这是错误的接线方法，这样接的线容易脱落，而且还容易虚接发热。现在很多新手朋友都是这样接线的，直接把线插到接线孔里面，就开始拧紧螺丝，然后就直接把盖子拧起来了。这样接好的线不受力，轻轻一拽就开，而且也非常不安全。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老电工师傅的正确接线方法，他是把2根线穿进盖子以后，先是把这条红色线这样窝一个圈，然后再把蓝色的线搭在红线上面，从这个圈里穿过来，然后再拽一下线头，就打了一个结。这个结就是我们所说的电工结，它是一个活结，不会有死扣，也不会短路，不管你怎么拽，这个线都不会脱落，因为它的受力点是在这个结上，而不是在接线柱上。最重要的接线关键点就是把这条红色的火线接在灯头中间的接线柱上，蓝色的零线接在灯口外螺纹的接线柱上。这样接的好处就是拧灯泡的时候，因为外圈是零线，即使不小心手触碰到了灯口，也不会有触电的危险。另一个好处就是灯不会有鬼火，就是晚上关了灯以后，灯上不会有微亮的灯光。这种接线方法真的太实用了。拆解一块18650锂电池，看一下这个里面都有什么东西。先把电池放完电以后，然后先拆电池的外皮，接下来用个锯条把电池的正极给它切割下来，切一圈之后，然后呢用把钳子就可以把这个正极给它掰下来。掰下来之后呢，这个里面还有个绝缘片，然后呢正极上面连接着一条线，把绝缘片给它抠掉以后，然后这个里面内部结构呢就这样一圈一圈的，非常的紧密，这样直接拔是拔不出来的。那么我们把这个电池的负极再用锯条给它锯一圈，把负极我们再给它拆掉，看一下能不能把电池芯给它拿下来。拆开来以后，这个负极上面呢是有2条线，中间一条，边上一条，我们给它剪掉以后，找个东西捅一下，还是捅不出来，那么就只能从中间我们给它劈开了。因为这个电池已经给它放完电了，也可以用切割机从中间给它切割一下，这样速度更快。拆开以后，这个内部呢就是一层黄色的，好像是铜箔一样的东西，然后一层铜箔，一层塑料纸，中间夹杂的是这种黑色的东西，都掉下来了。不知道这是什么材质啊？有知道的朋友啊，可以在评论区说出来，我们共同学习讨论一下。今天我才知道，原来在铁罐上面给它绑上一条硬铜线，它居然还有这么大的妙用。邻居们看到以后啊，都抢着用，每个家庭呢都能用得到。不管是这种茶叶罐或者奶粉罐，只要是这种铁的都可以用。你来看，我们首先呢就先把这个盖子给它打开，然后呢用记号笔在上面画几个点，画完之后呢，我们用电钻给它打出孔来。如果没有电钻，可以用钉子给它钉出孔也是可以的。打出孔以后呢，接下来我们把这个硬铜线给它先拨出线头，我们呢主要就用里边这个铜丝。接下来我们把它绑在盖子上面，然后我们在这个铁罐侧面打出3个孔来。接下来呢，我们找一个饮料瓶，把上面剪掉，用润胶把它粘在这个口上面，然后在铜线上面给它挂上一个蚊香，点着以后呢，我们把它放在里面。你来看，这个里面空间是比较大的，1年也不用倒蚊香灰了。侧面是一个进风口，我们把它打开来以后，你看一下这个烟非常的大，这样呢在熏蚊子的时候就非常的好用。吹电风扇的时候再也不用担心风把香灰给吹跑了，这样使用起来非常的干净又卫生。在螺丝刀上面给它绑上一个硬线，通上电以后，它居然还有这么好用的一个功能，很多人呢还都不知道。这个功能呢在生活当中啊非常的有用。你看，我们把这个硬线呢就这样一圈一圈的紧密的缠绕在螺丝刀上面，你看大概缠个5、6圈、6、7圈就行。缠完以后，接下来我们把这2条线给它先拨出线头，拨完线头以后，我们来看，平时啊，你看啊，我们在拧螺丝的时候啊，因为这螺丝刀用时间久了以后就没有磁性了，你看
一点磁性没有了，使用的时候非常的不好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给它加磁，只需要用一只电池就可以了。平时用的5号电池、7号电池都可以用。给它加磁的时候呢，非常简单，电池的正极给它接在上面这边，然后负极接下面，正负极一定要弄对，接错了以后是不行的。这样给它接上以后，5秒钟之后，然后我们给它断开，再过个5秒钟以后，接着再来给它通上电，这样呢就可以快速的给螺丝刀前头给它加磁。加完磁以后，我们再来测试一下。你来看，刚才是一点磁性没有了，现在呢立马就有磁性了，是不是？这个方法非常好用，把它分享给你啊。